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不久，法国总统戴高乐得知了这一消息。据戴高乐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总统勃然大怒，并立刻打电话叫来了法国所有参与氢弹研制的科学家以及主管此事的官员，将他们劈头盖脸地怒斥了一顿。中国成功研制出了氢弹，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可是戴高乐竟然如此失态，还是让人大感意外。不过从时代背景来看，戴高乐此时的焦虑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67年，世界的格局仍然是美苏争霸，众多国家在这样的两极格局之下，只能夹缝求生。就算是法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多做打算。在二战之中，法国是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之一，甚至直接被德国灭了国。二战之后，法国政府经历了一番艰难的重组，又卷进了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国内局势一度变得非常不稳定。戴高乐就是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之下成为了法国总统。所有人都清楚，戴高乐接下的是一个烫手山芋。今时不同往日，法国即便复国也没有办法重现往日的辉煌。幸好戴高乐是一个比较有魄力的总统，使他把法国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在经历了一番重整旗鼓之后，戴高乐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世界局势每天都在变化，美苏争霸总有一天会引发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需要具备自保的能力，而自保的根本筹码是军队和武器。经历了二战之后，人类在军事科技上也迎来了大踏步的升级，核武器开始被应用于战争，而苏联和美国也成为了二战之后拥有核武器最多的两个国家。原子弹在日本投放之后，全世界都意识到了核武器真正的威力。随后，世界各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些国家实在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能力研制核武器，所以只能继续依附于美苏两国，并处在长期的核威慑之下。但是戴高乐的想法是不同的，他认为仰人鼻息不是长久之计。另外，法国不同于那些毫无实力的弱国，它是有一定的资本底蕴的，所以研制核武器对法国来说虽然难以实现，但并非不可能实现。而且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戴高乐提出，法国并不需要像美苏两国一样拥有数以万计的核武器，对法国来说，关键在于拥有，而不是拥有的数量。核武器强大的震慑力决定了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巨大的鸿沟，因此哪怕法国只拥有区区几枚核武器，也代表法国拥有反抗敌人的力量。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法国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对于核武器的研制。1960年，法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让法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4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让戴高乐自二战以来紧张的心情有所缓解。可戴高乐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在中国同样也进行着研制核武器的大计划。很长一段时间里，戴高乐以及众多的西方政客都认为，中国想要拥有核武器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因为1949年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相比于那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在是太过弱小。在建国之前，中国几乎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农业国，工业基础几乎没有，无数人民在饥饿和贫困之中挣扎。更何况研制核武器需要大量的高端技术，新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寥寥无几，难道要凭空把核武器的技术创造出来吗？所以哪怕后来中国已经隐约传出了核武器研制的风声，戴高乐也并没有把这当作威胁。而且法国成为第4个拥核国家，也加重了戴高乐对于中国的轻视。他认为中国人一辈子也研制不出核武器。可是1964年，一条新闻让戴高乐十分吃惊。就在这一年，中国也终于成功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出现了。同时，另一件事情再度唤起了戴高乐的焦虑，那就是法国对于氢弹的研究迟迟不成功。原子弹和氢弹都属于核武器，在普通人的印象之中，原子弹和氢弹似乎是循序渐进的，两者之间有相通之处。不过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氢弹和原子弹二者所需要的研究原理其实完全不同。所以说，即便对于已经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国家，氢弹也是一个全新的探索领域。不过研制原子弹又是研制氢弹的必经之路，因为原子弹正是氢弹的引爆材料。
所以一旦成功引爆了原子弹，那么氢弹的成功也就能看到3分希望。而且氢弹的技术更强，威力更大，再加上美苏两国都已经拥有了氢弹，所以研制氢弹对法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1960年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后，戴高乐便立刻敦促科研组开始了对于氢弹的研究。然而戴高乐没想到的是，法国对于氢弹的研究这么不顺利，几年过去竟没有取得任何一点突破性成果。当然这也不能怪法国的科研专家无能，因为氢弹的研究本就困难重重。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的时间，得到美国部分技术援助的英国则用了4年零7个月的时间，苏联所用的时间是6年零3个月。所以法国这边所用的时间虽然缓慢，却也并非不合理。戴高乐一开始还能耐住性子，然而到了1967年，戴高乐终于失去了耐心，因为中国人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便实现了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而此时已经是法国研究氢弹的第7个年头了，他们耗费的时间已经是中国的3倍。可是中国已经实打实的拥有氢弹，法国的氢弹却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最后法国的记录是8年零6个月，突破速度排在了倒数第1，这也是后话了。当年美国、英国等国家赶在法国前面，戴高乐还不至于如此暴跳如雷。因为美英两国本来就是世界上公认的强国，苏联也是一样的道理。戴高乐认为这些国家哪怕快速研究出氢弹，也在他接受的范围之内。可中国向来是被西方国家所轻视的，而且戴高乐也很清楚，中国核武器方面的技术条件远远不如法国。法国至少还有从2战以来的科学技术积累，教育条件和人才储备看起来都比中国要强得多。而中国本来人才资源就相当有限，技术方面还遭到了西方的层层封锁，加上60年代之后中苏关系也急剧下降，意味着中国从苏联那里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技术方面的援助。所以中国是堂堂正正凭借自己的力量拥有了氢弹，做到了法国做不到的事情，这对戴高乐来说打击不可谓不沉重。正因如此，戴高乐才大发脾气，他拍着桌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怒吼，一遍遍质问着那些科学家和官员们，为什么7年的时间却追不上中国2年的进度。而在场的人面对着总统的怒火都沉默不语，因为他们也根本没办法解释中国是如何实现技术突破的。事实上戴高乐对中国并不了解，2年快速研制氢弹的背后是无数中国人呕心沥血的努力，中国人付出的远比戴高乐所看到的更多。氢弹的正式研究虽然是在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后才开始的，但实际上对于氢弹的理论技术研究几乎是和原子弹的研究同步进行的。虽然西方对我们进行了技术封锁，但是当时我国的科研人员也从种种资料中察觉到，美国当年对于核武器的研制很有可能是双线并行，也就是说他们一边研究原子弹，一边也构建了关于氢弹的理论框架。这正是因为原子弹和氢弹所需要的理论支持不同，所以当时中国的科研专家们一致认为，我们可以效仿这种做法来省下更多的时间。当然中国的资源有限，所以绝大部分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对原子弹的研发上，对于氢弹的理论构架这一任务则交给了原子能研究所。如果在原子弹爆炸之时我们已经搭建好了理论框架，那么我们就能够用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对于氢弹的实际操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钱三强在原子能研究所亲自挑选了2个人才，黄祖洽和于敏。于敏的传奇人生也就此开始。事实上最开始于敏并不是一个研究氢弹的专家，刚刚来到研究所的时候，他研究的是量子场论。50年代后，为了国家研发核武器的需要，于敏开始钻研原子核物理。而1961年钱三强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为了国家再改变一次研究方向，这个方向便是氢弹。这可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因为当时国内对于氢弹的研究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放弃自己过去研究了10几年的领域，重新踏上一条陌生的赛道，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这是难以做出的取舍。但于敏并没有犹豫太久，便同意了钱三强的提议。为了国家，他可以义无反顾。钱三强选中于敏，是看中了于敏身上的天赋，他相信于敏将来可以在氢弹方面大展拳脚。事实也证明钱三强的眼光是正确的，
于敏用了2年时间，便在氢弹理论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而这时国内还有另一个好消息传来，那便是1964年的9月，我国成功制造出了第一批合格刀化锂6材料。这种材料是制造氢弹的基础原料之一，有了它，制造氢弹的想法便不再是空中楼阁。而于敏的理论成功以及热核材料的成功出产，使得氢弹的研究速度进一步加快。最终在1967年，我国便成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氢弹。由于当年中国对于氢弹的研究涉及诸多保密部分，所以关于于敏等人具体的研究过程，人们不得而知，但其中的艰苦也可以想象。即便是科学技术极度发达的21世纪，想要在核武器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也难如登天。当年的科学家们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在理论上更是几乎从头学起。为了保证任务的机密性，还要隐姓埋名，远赴西北戈壁，无数人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这一伟大的事业。所以1967年，这枚成功试爆的氢弹是千锤百炼之后得到的果实。更难得的是，当年的中国虽然一穷二白，但是从未动摇过研制核武器的决心。毛主席从建国之初便明白，中国想要成为强国，便必须要拥有核武器，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打破来自强国的核威慑。这个观点其实和戴高乐不谋而合。其实作为总统，在研制核武器这件事情上，戴高乐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决心也足够。然而法国拥有氢弹的时间却反而落后于中国，这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来，法国当时同样面临着技术封锁，乃至于一部分技术是从英国那里偷来的。虽然法国同为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但美国显然并不希望法国变得太过强大。另外，戴高乐自己也看走了眼，中国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弱小，中国的科学家们更是有着前赴后继的决心。为了支援国家的技术建设，50、60年代，一大批留洋科学家顶着美国的死亡威胁回到国内。于敏这一类研制氢弹的主力科研人员，更是愿意为了国家拾起自己本部擅长的领域。所以中国拥有氢弹的速度赶在法国前面，这不是巧合，更不是运气，而是无数人努力之后的必然结果。